我喜欢他的一点是他一开始没有很坚定的去做一个叶青梅，他身上有庆帝跟叶青梅两个分子在拉扯，他不想当棋子也不想当棋手，那他一步一步发展棋子棋手先棋局的人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就站在风暴的中心，风暴眼暂时看着平静，但你不把你身边的人保护好的话，可能大家都要被撕碎。凭什么我就得面对众叛亲离、人间如玉？老王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我也没那么勇敢，我也没那么正义。第二季里面，你觉得小范大人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和挑战呢？我觉得是第一季的时候，范闲有点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，或者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女人很厉害，叫叶青梅，她来过，因为他看了那个监察院的碑文，他知道了叶青梅是一个很超前的理想主义者，所以他大概心里猜到说，可能是因为跟时代的冲突导致了他母亲的离去是一个悲剧，所以第一季的范闲呢，在找自己到底是谁的过程中，其实一直在想说，哎呦，我不要做那么勇敢的人。我给自己留条退路。然后第二步其实就是范闲，你可以叫他觉醒也好，或者说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就站在风暴的中心，风暴眼暂时看着平静，但你不把你身边的人保护好的话，可能大家都要被撕碎。第一季刚开始拿到这个角色，我们在阅文的那个大会上开第一个发布会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觉得范闲在这个故事里边是一个暴风雨中的孤舟。他一开始就是说知道自己跟别人很不一样，知道自己很不安全，但是呢，他一开始想的只是自己这小船别翻就行了。但是随着他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，他船上的人越来越多，他就要把这个船修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坚固，最后他必须得让自己变得无坚不摧，以至于要向这场风暴开战了。今天来这儿的有多少人是准备看热闹？那要是看热闹的人自己成了热闹呢？走吧，上殿。有一个形容就是说，他从第一季是一个棋子，其实到第二季他也变成了一个棋手的感觉。对，他是不得不当棋手的，因为第一季的时候呢，这个人首先他的先天理想就是不想跟你们下棋，他不想当棋子，也不想当棋手。那他一步一步发展棋子、棋手，然后先棋局的人，变成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但我活这一世，最起码想要做一个自以为的好人，让我的良心能平静一些。那第二季那个范闲其实在更积极的搞事业嘛，就是你觉得他的高光，就是第二季的范闲的光环是来源于什么？我喜欢这个人物的一点就是他的主角魅力，或者说所谓的主角光环，在我这儿啊，不是说有多少人帮他那种，那是编剧的范畴。在我这儿，我喜欢他的一点是他一开始没有很坚定的去做一个叶青梅，他身上有庆帝跟叶青梅两个分子在拉扯，但是他一开始没有很坚定去选择我要走一个理想主义的道路，他一开始是想做的一个富贵闲人。但是我觉得有趣就有趣的是说，他拉近了跟我们这些人的距离。我不太喜欢生活中就是说我要做一个道德楷模，算了吧，我没有那么厉害，就是大家都遵守的事情，然后人之常情的事情，多想想，把每个人当人看。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能这样想，尤其是放在那个社会里面，就是放在庆余年的世界里面，能这样想的人就很少，能做到这个就不容易。所以其实范闲他让我最共鸣的一点，就明明我没有想做一个叶青梅那样的一个燃烧自己的人，但我低估了你们的下限。范闲有句台词就是总得把人当人看吧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把人当人看是很简单的，我们大家都应该能共情的一个行为，但没想到哇，原来对某些人来说这么难，所以那就不行，看不下去了。你是什么人？臣是监察院提司，有执法仗剑、扫除奸佞之责。那在这一季里面，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揭示了他和庆帝的关系嘛，就是父子关系。就是你是如何理解第二季里面他跟庆帝之间一个关系变化的呢？这个关系的揭示揭秘了很多第一季庆帝为什么对范闲是这种态度，对吧？因为他其实知道自己在看自己的一个血脉，对，所以其实范闲也会在这些关系中间不断的拉扯。对别人是不可以全信，但对家人却不吝啬。就有几场戏挺感动的，就是他有一个就是他和林婉那个大婚的时候，然后他让这个姨娘坐在那里。对，那个也是原著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，就是范闲选择了范家，就是在他心中就是陪伴自己长大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亲人。范闲的选择就是第一，我认为范家才是我真正的家，这个爸妈才是我真正的爸妈。然后第二一个态度是不跟其他人争取。从今往后，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
第二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名场面，就是他和林婉大婚嘛。但是那场大婚，感觉对于范闲和婉来说，不停的在被打断。对，就不停的有事儿在发生。那你觉得他们俩互相给对方带来怎样的影响呢？就像你说的，两个人大婚的时候，不停的被外来的一些事儿打断，但是他们坚定的选择了彼此的理解和支持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夫妻之间互相给予力量的一种方式。因为大婚是一个美好的仪式，婚礼也是一个美好的仪式，你遭遇任何事情在任何时间节点是你无法选择的。所以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感情之间不光有这个仪式的部分，还有就是说一起经历风雨的能力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心都不配，我怎么活得起？这世上不只有高低贵贱，依然有尊卑仗剑。之前有在采访里面提过说要对表演有焦虑感，你现在还是这样看吗？有，而且我觉得就是时刻保持焦虑感是对的。当你面对我刚才说了踏实的一面嘛，对。但是为什么说要保持焦虑感呢？就是因为如果没有焦虑感的话，可能在拍庆2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已经太在状态里了，那你就不会再去想说我还要不要更好，你会觉得这样已经行了。你有焦虑感的话，就是说既然我还有余力，我干嘛不把自己再往极限去推一推呢？就是干嘛？就是每一部戏你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嘛。现在对于演员张若昀来说，可能面临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嘛，但是会给自己的限制也越来越多嘛。那倒不会有什么限制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偏好，但是我就更多的想看有什么剧本能打动我的心吧，就是真正想做的那些事情啊。但确实你现在选的剧本这些都包括出来角色，真的非常喜欢让大家。但是就是因为每一次都看到一些特别的闪光点，然后才有值得去做的必要。但我经历《庆余年》这2季下来之后，我觉得可能在我心中，我觉得打磨到这个程度才算成熟。那《庆余年》一定也有前面的初稿，看上去也不错了。我没看过，但是我相信以王娟的能力，初稿应该看上去也不错了。在有的人那儿就可以做了。但是我很庆幸，就是我们一遍一遍的打磨。所以《庆余年》其实给演员张若昀来说带来的改变是会放慢这个节奏，不是说放慢吧，就随缘吧。对，就提高标准，就随缘吧。我渐渐的也感觉到说，想做好一个事儿，想成就一个角色，像您刚才说的演范闲会不会有压力？那我想其实按理来说是应该压力很大。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那么明显呢？是因为方方面面大家都做得足够好，所以帮助我一起把压力给消解掉了。但是如果你是很着急的，很多东西欠打磨的话，那也许演员自己最后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和焦虑。那如果用颜色来形容第1季和第2季的范闲，你觉得会分别是什么颜色？我觉得范闲还是以前经典的那个形容，就是它的最外面是一层奶油，然后在里面藏着毒药，可最内核是一个闪着光芒的心。范闲和林婉的大婚那一场戏，范闲感觉试了各种各样的婚服，拍那场的时候内心 OS 是什么？这个很现实啊，就是像每次给活动试衣服的时候，还有这个结婚前试衣服的时候，拍戏前定妆的时候，一天要试好多套，就真是无情的穿脱机器。喜欢他的一点是他一开始没有很坚定的去做一个叶青梅，他身上有庆帝跟叶青梅2个分子在拉扯，他不想当棋子，也不想当棋手。那他一步一步发展，棋子、棋手、先棋局的人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就站在风暴的中心。风暴眼暂时看着平静，但你不把你身边的人保护好的话，可能大家都要被撕碎。凭什么我就得面对众叛亲离、人间荣誉？老王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我也没那么勇敢，我也没那么正义。第2季里面，你觉得小范大人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和挑战呢？我觉得是第1季的时候，范闲有点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，或者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女人很厉害，叫叶青梅，她来过，因为他看了那个监察院的碑文，他知道了叶青梅是一个很超前的理想主义者，所以他大概心里猜到说，可能是因为跟时代的冲突导致了他母亲的离去是一个悲剧，所以第1季的范闲呢，在找自己到底是谁的过程中，其实一直在想说，哎，我不要做那么勇敢的人，我给自己留条退路。然后第2部其实就是范闲，你可以叫他觉醒也好，或者说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就站在风暴的中心，风暴眼暂时看着平静，但你不把你身边的人保护好的话，可能大家都要被撕碎。第1季刚开始拿到这个角色，我们在阅文的那个大会上开第1个发布会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觉得范闲在这个故事里边是一个暴风雨中的孤舟。但是他一开始就是说知道自己跟别人很不一样，知道自己很不安全，但是呢，他一开始想的只是自己这小船别翻就行了。
但是随着他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，他船上的人越来越多，他就要把这个船修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坚固，最后他必须得让自己变得无坚不摧，以至于要向这场风暴开战了。今天来这儿的有多少人是准备看热闹？那要是看热闹的人自己成了热闹呢？走吧，上殿。有一个形容就是说，他从第一季是一个棋子，其实到第二季他也变成了一个棋手的感觉。对，他是不得不当棋手的，因为第一季的时候呢，这个人首先他的先天理想就是不想跟你们下棋，他不想当棋子，也不想当棋手。那他一步一步发展棋子、棋手，然后先棋局的人，变成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但我活这一世啊，最起码想要做一个自以为的好人，让我的良心能平静一些。那第二季那个范闲其实在更积极的搞事业嘛，就是你觉得他的高光，就是第二季的范闲的光环是来源于什么？我喜欢这个人物的一点就是他的主角魅力，或者说所谓的主角光环，在我这儿啊，不是说有多少人帮他那种，那是编剧的范畴。在我这儿，我喜欢他的一点是他一开始没有很坚定的去做一个叶青梅，他身上有庆帝跟叶青梅两个分子在拉扯，但是他一开始没有很坚定去选择我要走一个理想主义的道路，他一开始是想做的一个富贵闲人。但是我觉得有趣就有趣的是说，他拉近了跟我们这些人的距离。我不太喜欢生活中就是说我要做一个道德楷模，算了吧，我没有那么厉害，就是大家都遵守的事情，然后人之常情的事情，多想想，把每个人当人看。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能这样想，尤其是放在那个社会里面，就是放在庆余年的世界里面，能这样想的人就很少，能做到这个就不容易。所以其实范闲他让我最共鸣的一点，就明明我没有想做一个叶青梅那样的一个燃烧自己的人，但我低估了你们的下限。范闲有句台词就是总得把人当人看吧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把人当人看是很简单的，我们大家都应该能共情的一个行为，但没想到哇，原来对某些人来说这么难，所以那就不行，看不下去了。你是什么人？臣是监察院提司，有执法仗剑、扫除奸佞之责。那在这一季里面，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揭示了他和庆帝的关系嘛，就是父子关系。就是你是如何理解第二季里面他跟庆帝之间一个关系变化的呢？这个关系的揭示揭秘了很多第一季庆帝为什么对范闲是这种态度，对吧？因为他其实知道自己在看自己的一个血脉，对，所以其实范闲也会在这些关系中间不断的拉扯。对别人是不可以全信，但对家人却不离不弃。就有几场戏挺感动的，就是他有一个就是他和林婉那个大婚的时候，然后他让这个姨娘坐在那里，对，那个也是原著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，就是范闲选择了范家，就是在他心中就是陪伴自己长大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亲人。范闲的选择就是第一，我认为范家才是我真正的家，这个爸妈才是我真正的爸妈，然后第二一个态度是不跟其他人争取。从今往后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第二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名场面，就是他和林婉大婚嘛。但是那场大婚，感觉对于范闲和婉来说，不停的在被打断。对，就不停的有事儿在发生。那你觉得他们俩互相给对方带来怎样的影响呢？就像你说的，两个人大婚的时候，不停的被外来的一些事儿打断，但是他们坚定的选择了彼此的理解和支持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夫妻之间互相给予力量的一种方式。因为大婚是一个美好的仪式，婚礼也是一个美好的仪式。你遭遇任何事情，在任何时间节点是你无法选择的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感情之间不光有这个仪式的部分，还有就是说一起经历风雨的能力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心都不变，我怎么活得惬意？这世上不只有高低贵贱，依然有尊巴仗剑。之前有在采访里面提过说要对表演有焦虑感，你现在还是这样看吗？有，而且我觉得就是时刻保持焦虑感是对的。当你面对我刚才说了踏实的一面嘛，对。但是为什么说要保持焦虑感呢？就是因为如果没有焦虑感的话，可能在拍庆2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已经太在状态里了，那你就不会再去想说我还要不要更好，你会觉得这样已经行了。你有焦虑感的话，就是说既然我还有余力，我干嘛不把自己再往极限去推一推呢？就是干嘛？就是每一部戏你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嘛。现在对于演员张若昀来说，可能面临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嘛，但是会给自己的限制也越来越多嘛。那倒不会有什么限制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偏好，但是我就更多的想看有什么剧本能打动我的心吧，就是真正想做的那些事情啊。
但确实你现在选的剧本这些都包括出来角色，真的非常喜欢让大家。但这是因为每一次都看到一些特别的闪光点，然后才有值得去做的必要。但我经历《庆余年》这2季下来之后，我觉得可能在我心中，我觉得打磨到这个程度才算成熟。那《庆余年》一定也有前面的初稿，看上去也不错了。我没看过，但是我相信以王娟的能力，初稿应该看上去也不错了，在有的人那儿就可以做了。但是我很庆幸，就是我们一遍一遍的打磨。所以《庆余年》其实给演员张悦来说带来的改变是会放慢这个节奏，不是说放慢吧，就随缘吧，对，就提高标准，就随缘吧。我渐渐的也感觉到说，想做好一个事儿，想成就一个角色，像您刚才说的，演范闲会不会有压力？那我想，其实按理来说是应该压力很大。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那么明显呢？是因为方方面面大家都做得足够好，所以帮助我一起把压力给消解掉了。但是如果你是很着急的，很多东西欠打磨的话，那也许演员自己最后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和焦虑。那如果用颜色来形容第1季和第2季的范闲，你觉得会分别是什么颜色？我觉得范闲还是以前经典的那个形容，就是它的最外面是一层奶油，然后在里面藏着毒药，可最内核是一个闪着光芒的心。范闲和林婉儿大婚那一场戏，范闲感觉试了各种各样的婚服，拍那场的时候内心 OS 是什么？这个很现实啊，就是像每次给活动试衣服的时候，还有这个结婚前试衣服的时候，拍戏前定妆的时候，一天要试好多套，就真是无情的穿脱机器。大家好，入戏的朋友，我是《庆余年2》的导演孙浩。每个角色都有惊喜，不一样的惊喜。新演员也是有一个算一个，基本上都是剧粉来的。哇，好过瘾！有的时候我在戏当中把若云当范闲来用，张若昀是最牛的一个演员，不要教他演戏，就要他纯真的一面。我不是王哥，做不到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活着，但我活这一世，最起码想要做一个自以为的好。时隔5年再拍《青年》第2季的话，作为导演，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？采景采了 N 多次，因为是角色比较多，而且是群戏比较多，有的时候群戏我要抢时间，有的景是2个城市拼起来的，我就要看怎么拼法啊，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。在拍第2季的时候，对您来说会更有压力和负担吗？会有，尤其是开机之前和要播出之前。人家已经把自己的一些精神寄托，包括时间想给你，这个真的希望能够满足他们，最起码不让他们失望啊，而且让他们有一些小小的意外或者惊喜啊，那是最好的。我们青年2也是原班人马全员回归嘛，对于这些老熟人，如何让他们能够快速入戏？我都不用提醒，因为庆余年1过去以后反响比较好，大家伙有的没看小说的回去翻了小说。我就感觉他们自己的这种对于角色的把握啊、要求什么的，已经就是足够了来用了。您觉得5年之后张若昀演出来范闲给您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太惊喜了！从开镜的第1天的第1个镜头，我就感觉有了，这家伙肯定是第1个用私工了，第2个确实是这么 N 多年他没有忘了范闲。有的时候我在戏当中把若云当范闲来用，你作为范闲，这个情况下，你认为他应该怎么样？我们第2季涉及到新演员也特别多，那如何让这些新演员能够快速熟悉我们青年第2季的剧组？新演员也是有一个算一个，基本上都是剧粉来的，都特别喜欢《庆余年1》。安排他们戏的时候，比如说第1天他们要来演的后，往往我会放到第2场戏左右，让他们去观察一下，完了之后也熟悉一下本剧组拍摄的一些习惯，让第1季的演员跟他们讲一讲，让他们松弛一些。那有没有什么比较让你有惊喜的地方？每个角色都有惊喜，不一样的惊喜啊。这个戏里面体量虽然很大，但还是有限嘛。那如何让这么多角色都有自己的记忆点呢？你要做大量的功课，你要把它吃进去，每一个角色所担当的戏剧责任是不一样的，戏剧任务也不一样。短你就知道他出场，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。那会不会有些角色就显得太工具人？绝不会，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特别好。你如果是太工具人的话，就不会留有印象。我们也希望尽量的达到第1季的，就是你只要出场了，就让观众能够记得住。导演跟编剧啊，跟演员之间会有一些，比如说意见不同的时候，基本上这部戏没太存在，只是就是天
山佳娃。你比如说跟那个庆帝大道歉那一场戏，有一段大的台词，我说我想分3段，因为他这个表面上的道歉，他是给庆帝一个台阶下，但是他如果都是真诚的话，那不是范闲了。最后一段他看见了一个仰面的一个瓢虫，就跟他自己一样。最后一段他在外面声嘶力竭，2个空间里头，庆帝只要听见他的语言上好诚恳就可以了。他在外面，咱们可以看到他已经不走心了，正好在庆帝说滚，哎，就代表他能活过来的时候，那个瓢虫啪飞起来了。这种配合，他就马上懂了，他说我明白了，我在这个地方抬眼睛怎么样，就是这种配合特别特别好。那作为导演，您是如何理解就是范闲和庆帝之间的关系呢？庆帝既跟他有亲情关系，又是要控制他，范闲要反控制，知道他的用意。他在大病初愈的时候，有一段戏跟若若的一段戏，能够讲清楚他俩的这个关系，尤其是范闲怎么看庆帝。跟庆帝这段关系就挺微妙的，包括和陈萍萍啊。这是主要的3个人的关系。第2季，你这个问题提的也特别好。范闲回来呢，首先来讲，对于他的教父陈萍萍是有猜忌的。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我，这样很好。如果你一直还是盲信于我，那真的吗？那么这2个所谓的老炮儿，陈萍萍跟庆帝呢，也在观察范闲，他俩的用意还不一样，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复杂了，他们3个人之间的关系。就这种暗流涌动，就是感觉观众得要认真点看，才能 get 到那种感觉。是得要认真点看，你可能要看 N 多遍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你越理解越过瘾。还有没有哪些戏份是拍起来您觉得说特别过瘾的？一种是群戏，在一场戏里头存在着好多风格，有悬疑的，有斗起来的，有喜剧的，甚至于闹剧的。我自己一个穿现代人的衣服游离在这些人当中哈，我就感觉到哇好过瘾。还有呢就比较碰出来的戏，比如说张若昀跟那个小王八，那个女儿我们可是从开机一直到快关机了才找到。年年，哎，爸爸，年年，哎呦，爸爸，哎呦。我说这个孩子谁也别碰啊，不要教他演戏，就要他纯真的一面。拍摄那一天，我说你知道张若昀是谁吗？张若昀是最牛的一个演员，你会很喜欢他。他说是，因为戏的当中就是小王八特别喜欢这个叔叔，又陌生又喜欢。我牵着他就往他的房间走，走的路上我正好去见若昀去备场，我说若昀，咱就不走戏了。我说你也别管镜头在哪儿。若昀说没问题。确实，若昀这一次是把范闲画在身上了，范闲附体了，所以就特别游刃有余，一条过。但确实那个感觉也是最真实的。孩子的表演就是最真实的，而且我要他重叠他的见的一个明星的感受，跟小王八见着一个可爱的叔叔的感受。像在做前面喜剧的时候，到后面那种所谓的朝堂啊，然后包括更厚重这种大场面的戏，哪种会更难呢？实际上，我们这个染色体一直是含有喜感的一个染色体，包括在朝堂上那么严肃的场景，最后会变成闹剧的感觉啊！煞风啊！风格与风格之间瞬间转化的。御史一生追求的是什么？唯求青史留名，廷杖能让他们千古留名，就是力图要做到沉重话题轻松讲。可以讲讲我们第2季的那个结局呢？有这么一个人划着一条船，唱着一首曲儿，这个曲儿的名字是我给命名的，叫《美丽一见》。还有没有什么就作为导演在做这个戏的时候特别的隐藏或者设计的？说白了，这真是没意思啊！慢慢去品吧，慢慢品。我希望发现的越多越好。确实，我们用心了。对于第3季有什么期待呢？第3季我认为会很好看，第3季肯定会好玩，我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编剧王健。第2季对人物的内心挖掘更深，考量的东西更多。张若昀越来越贴近范闲的角色，有点混而为一的感觉。每个人物我都投入感情进去，不管是戏份多少、角色大小，我都很喜欢他们。每一个人就好像在你身边一样，感觉身边站了一群人看着我一块写。可能喜剧稍微难一点，哪怕真情实感，但让观众笑出来，就要有对喜剧或者对幽默的一个把控。罪臣范闲，假死继军，罪无可恕，死不足惜。
在做第二季剧本的时候，您觉得和做第一季剧本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？第二季剧本啊，对人物的内心挖掘更深了，考量的东西更多，也确实跟第一季有一个比较好的承接。第二季变得更现实了，其实种种方面都能感受到。是，对，但是也有理想主义在，也还是有保留的。这世上不只有高低贵贱，依然有人尊霸仗剑。第一季播出之后，大家非常期待嘛。做第二季的时候会更有压力和负担嘛？是，一定是有负担的。观众的期待啊，对编剧来说，就是无时无刻既是压力也是鞭策。那在实际改编的过程中，有没有什么更挑战的地方？第二季有很多的群像戏，比如说朝堂几场戏啊，包括赖明成最后参了范闲啊，参陈萍萍啊，参了庆帝啊，最后赴死那些群像的话，有个特点就是人物多，但各自的台词又不会太多，在有限台词里面让观众记住里面每一个人物，然后又能看到情节一步一步再往前推，最后推到高潮。这几段戏相对来说都是要花功夫来写的，还是比较难的。内库的亏空我来补，天下的灾情我来震，陛下的旨意一个字也不能改。范闲作为这个剧的绝对大男主，身上他有很强的男主光环。您在改编的时候，怎么样能让他这个光环变得更落地、更合理呢？他在这一季的进展过程中啊，其实也渐渐发现了，这些光环有一些是别人给的，有一些是上一代传承下来的，有一些可能就是圈套。但是最能依靠的是他自己的底线，是他自己内心的坚强，那些才是他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光环，就是任何人都没法夺去的。其实是一个筛查的过程，他是发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拥有的是什么。有些别人给的无法永恒，寻找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，这其实也是一个历练的过程。这才是范闲所独有的，其实是成亲合理，成亲合理，千里千里发财了。这一季其实没有太多的刀片，虽然有一些人物就离开了下线了，但是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个很好的结局。就是这一季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？出刀片啊，这种事基本上都是为了剧情能更顺利的，就是更流畅的推进到下一步。如果在现有情节上没有这方面问题的话，我们没必要非为悲剧而写悲剧。这一季其实我们也加入了非常多的新角色嘛，人物非常多。在编剧改的时候会有什么难点吗？我不知道观众能不能记住啊，但是改编的时候对编剧来说，我是能记住每个人物的。很多人物或许出场时间不多，或许一两句话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可能对他的了解还比较深。写他的时候会想他过去发生了什么，有什么经历，就比如是邓子越这样，有些人可能没有展现出来，但是这些都得考虑到。你全都想细了之后啊，这每一个人就好像在你身边一样，所以你不会觉得不熟悉。那么写他们的时候，下笔的时候啊，也就不会有什么痛苦，有什么困难。这些人物都在你脑海中，对，就感觉身边站了一群人看着我一块写的感觉。编剧对于自己笔下的角色会有什么偏好吗？这部剧的话，首先喜欢的肯定是范闲，因为他既串起了情节，它其实也代表了这部剧整个的精神。其实每个人物我都投入感情进去的，像王启年啊、邓子越啊，包括王启年夫人啊、女儿这些小角色我都很喜欢。黄氏一家人呐、林相啊、范闲的那一家，不管是戏份多少、角色大小，我都有情感。你的生死，现在在我一念之间，不管怎么挣扎，都逃不出他的掌心。我觉得要是没有这众生，就没有秦国。所以我想为了这些人跟这世上的道理斗斗。时隔5年，张若昀在饰演范闲，您觉得这5年之后他有什么变化吗？我觉得张若昀啊，越来越贴近范闲这个角色了，就有点混而为一的感觉。他现在确实对那个人物的把握更深了，人也更帅了，他对人物其实也更负责了。对这个人物很多探讨、很多思考，我们其实也有过交流，真的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角色。大家对这个人物和这个作品，大家都会有哪些碰撞呢？比如说这一场这个台词符合不符合当时的心态，有没有可能换一个方式来说呀，或者是说的时候应该用什么的语境来说。没事啊，就和微信上聊一下，讨论一下明天拍什么戏啊，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想法，各方面的细节他都非常专注。第2季拍的时候，就是对于续起第1季那个结局，大家有很多讨论，是吗？对。第2季呢，一个是解决了第1季这个问题，更多的是在展示庆帝和范闲的关系。这个所谓的假死的问题，从
人物推进、从剧情推进来说，或许并不重要，而是通过这场假死，让这两个人物之间关系有了递进，有这样有机的连接会更好一点。那当时对于这个方式把这个坑给圆上，大家有过什么讨论或者争议吗？有过，我们对剧中各人物对这件事的反应有过讨论的。一开始对这个解决方案的话，相对可能轻一点，但是我们经过讨论，从人物的情感出发，从人物的内在出发，从现在调整这一稿的话，会发现啊，各方人物对这件事的反应其实是比较大的，哪怕知道这个死不可能是真的，因为情绪赶上来了，然后各方面的需求、各方面的目的，其实都汇总在这件事上展现出来。而且它又是一个最开场，一下子把大家抓住那种感觉。我们很多是喜剧和悲剧相结合嘛。那对于编剧来说，创作喜剧的时候还是悲剧的时候更难呢？个人觉得可能喜剧稍微难一点，因为如果是悲剧的话，你只要真情实感，然后把那个情绪给到，自己有共鸣，那么相信一定会有观众得到共鸣。对，但喜剧不是，你哪怕真情实感了，但让观众笑出来啊，有时候不仅仅是情节和那个人物就能推到的，你需要有对喜剧或者对幽默的一个把控。我并不认为自己掌握得很好，但是我只能说我尽力。那您在做第二季剧本的时候，有没有哪些头秃的时刻呢？那真的是无时无刻，从开始到结束，每一场都不停地掉头发，这样头发感觉写的戏都不够掉，太难了。在不剧透的情况下，给我们形容一下第二季的结局是怎样的呢？有一点拔剑出鞘，真正跳出棋盘成为棋手的这种感觉。那第二季到这个结局的时候，对于这部分催更的粉丝会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现在已经开始第3季的创作了，这个我现在不好透露，但是我可以说的话，一定不会等这么久，相信大家该很快能看到。